人類第一次成功改變了宇宙中一個天體的運行軌道。是的，你沒聽錯。就在2026年3月6日，美國宇航局 NASA 在《行星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系列重磅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宣布了一個驚人的消息：人類第一次成功改變了宇宙中一個天體的運行軌道。這不僅僅是一項科學成就，更是全球首個行星防禦任務的里程碑式勝利。那麼，這究竟意味着什麼？為什麼 NASA 的這一成果被譽為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如何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宇宙威脅的認知，又將如何影響我們未來的生存策略？今天就讓我們一起深入探討這背後隱藏的宇宙奧秘和人類的智慧結晶。也許你會問，我們為什麼要如此大費周章地去研究如何防禦小行星撞擊？地球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嗎？事實上，地球在漫長的歷史中曾多次遭受小行星的洗禮，最著名的莫过于6600萬年前那場導致恐龍滅絕的撞擊事件。那次災難徹底改變了地球的生命演化進程。而現在，雖然大型撞擊事件發生的概率極低，但一旦發生，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足以讓現代文明一夜之間回到石器時代，甚至更糟。這種潛在的威脅就像懸在我們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提醒着我們必須未雨綢繆。我們不能把人類的未來寄托在運氣上，而是要主動出擊，掌握自己的命運。畢竟，地球是人類唯一的家園，保護它就是保護我們自己。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地球與小行星的親密接觸從未停止。除了恐龍滅絕事件，近現代也有不少小行星擦肩而過的驚險瞬間，比如2013年俄羅斯車里亞賓斯克隕石事件。雖然隕石直徑只有約20米，但造成的衝擊波依然導致了大量人員受傷和財產損失。這些事件都清晰地告訴我們，小行星撞擊並非遙不可及的科幻情節，而是真實存在的潛在威脅。隨着科技的進步，我們對宇宙的觀測能力越來越強，發現的近地小行星也越來越多。據統計，目前已知的近地小行星數量已超過3.4萬顆，其中有數千顆被列為潛在威脅小行星。雖然它們目前不會撞擊地球，但它們的軌道會受到其他天體引力的威擾，未來仍有可能改變。因此，建立一套有效的行星防禦系統，不再是杞人憂天，而是關乎人類存亡的戰略必須。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項名為雙小行星重定向測試 （Double Asteroid Redirection Test） 簡稱 DART 的任務應運而生。這項任務由美國宇航局 NASA 行星防禦協調辦公室主導，並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 APL 設計、建造和運營。DART 任務的成功將為我們提供寶貴的經驗和數據，為未來可能面臨的真實威脅做好準備。它標誌着人類從被動防禦向主動干預邁出了關鍵一步。DART 任務的目標並非一顆孤零零的小行星，而是一個獨特的雙小行星系統——迪迪莫斯 （Didymos） 和迪莫福斯 （Dimorphos）。它們相互環繞，共同圍繞太陽運行。大的那個叫迪迪莫斯，直徑大約780米。它是一個 S 型小行星，主要由硅酸鹽岩石構成，就像一個巨大的碎石堆，鬆散地堆積在一起。而小的那個就是 DART 任務的真正目標——迪莫福斯，它更像迪莫斯的一個小跟班，直徑約160米，相當於一個大型體育場的大小。迪莫福斯以大約11小時55分鐘的周期圍繞着迪迪莫斯旋轉。值得強調的是，迪迪莫斯和迪莫福斯這對小行星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對地球構成威脅。選擇它們作為目標，是為了在不產生任何風險的前提下，測試人類改變小行星軌道的能力。那麼，科學家們是如何選擇這對小行星作為目標的呢？這背後又有哪些考量？選擇迪迪莫斯雙星系統作為 DART 任務的目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首先，它是一個雙星系統，這意味着我們可以通過觀測迪莫福斯圍繞迪迪莫斯的軌道周期變化來精確測量撞擊的效果，而無需等待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觀測到太陽軌道的变化。其次，迪迪莫斯和迪莫福斯的尺寸適中，既能代表未來可能需要偏轉的潛在威脅小行星，又不會因為撞擊而產生過大的風險。最重要的是，
它們的軌道非常穩定，不會對地球構成威脅，這使得 DART 任務可以在一個安全的實驗室環境中進行。科學家們通過多年的觀測和模擬，對迪迪莫斯系統的物理特性和軌道參數了如指掌，這為 DART 任務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DART 任務的實施堪稱一場精密的宇宙台球。2022年9月26日 ，DART 探測器以每秒約 6.6 公里的高速直接撞向了迪莫福斯。這個速度有多快？相當於每小時 2.37 萬公里，比子彈還要快上好幾倍。探測器本身重量約570公斤，雖然只有冰箱大小，但其攜帶的巨大動能卻足以對小行星造成顯著影響。整個撞擊過程被意大利航天局的麗莎·庫布立方星全程記錄。他在撞擊前15天從 DART 探測器分離，近距離拍攝了撞擊瞬間和撞擊後的塵埃噴射，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近距離觀測數據。這些數據對於科學家們理解撞擊動力學和評估動量傳遞效率至關重要。LISHCUBE 的觀測結果不僅證實了撞擊的發生，還為我們揭示了撞擊後小行星表面物質噴射的壯觀景象。這對於我們理解小行星的內部結構和物質組成具有重要意義。撞擊發生後，科學家們通過地面望遠鏡和雷達觀測，以及恆星衍星技術，對迪莫福斯的軌道變化進行了精確測量。結果令人振奮，迪莫福斯圍繞迪迪莫斯的軌道周期成功縮短了約33分鐘，這比科學家們預期的效果還要好。最初的預測是軌道周期縮短約73秒，而實際效果是其27倍。更令人驚訝的是，發表在《行星科學》雜誌上的最新研究表明，DART 的撞擊不僅改變了迪莫福斯圍繞迪迪莫斯的軌道，甚至還輕微地改變了整個迪迪莫斯雙小行星系統圍繞太陽的軌道。雖然這個改變非常微小，相當於每秒僅幾微米的速度變化，但它卻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人類首次通過技術手段改變了一個天體在太陽系中的運行路徑。這無疑證明了動能撞擊器作為行星防禦手段的有效性。這項成就不僅僅是工程上的奇蹟，更是人類智慧和協作的結晶。為什麼這次撞擊的效果會如此顯著呢？原來 DART 的撞擊不僅產生了直接的動能傳遞，還激起了大量的岩石碎片。這些碎片在離開小行星時也帶走了自身的動量，從而給迪莫福斯提供了額外的反衝力，也就是所謂的動量增強因子。研究顯示，這個因子至少為 2.2， 甚至可能高達 4.9， 這意味着撞擊產生的推力幾乎翻了1倍多。這主要是因為迪莫福斯本身是一個結構鬆散的碎石堆小行星，撞擊激起了遠超預期的岩石碎片。這就像你用一個球去撞另一個球，如果被撞的球同時還噴射出很多小石子兒，那麼它受到的推力就會更大。這些噴射出的物質不僅增加了動量傳遞，也改變了迪莫福斯的形狀，使其從一個相對規則的橢球體變成了一個更不規則的形態。科學家們通過對這些噴射物的分析，還能進一步了解小行星的內部結構和組成。例如，通過分析噴射物的速度和分布，科学家們可以推斷出迪莫福斯的密度和孔隙率，這對於我們理解小行星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義。回到2026年3月6日 NASA 發表的官方研究成果，它不僅確認了 DART 任務的最終成果，更向全世界宣告，人類已初步掌握行星防禦能力，我們不再被動承受宇宙威脅，而是能主動出擊，保護家園。DART 的成功為未來行星防禦策略奠定基礎，並激勵科學家們繼續探索更先進技術，如 NASA 正在建造的近地天體勘測任務 NEOSPHERE， 它將提升早期預警能力，預計2028年發射。那麼，未來我們該如何完善行星防禦系統？是發展更強大的撞擊器，還是更溫和的引力牽引技術？亦或加強早期預警和監測，甚至考慮激光燒石等科幻方案？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宇宙很大，人類很小，但是探索星辰大海，我們從未停步。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哦。